叶晨也考虑过，是不是让伊藤菜菜子帮忙，直接把问题反馈给日本文部科学省。不过仔细想想，这件事要做，就要做得丝毫不留痕迹，否则一旦有信息链路，就有被人溯源的可能性。他也不愿给伊藤菜菜子留下任何风险。于是他思忖良久，对林婉儿他们3人说，我决定还是从那些日本科考队员的身上着手，让他们把马脚暴露给日本国内。林婉儿问，公子有什么具体想法吗？叶晨道，这些日本科考队员都被施加了不得将实际情况透露给国内主管上级和家人的心理暗示，如果让他们直接透露消息出去，无论什么方法，在那位长老眼里都会显得很刻意，所以我想让他们的设备来帮我们传达这些消息。设备？林婉儿问，您是说车辆或者直升机这些？叶晨道，是破冰船。叶晨接着解释，破冰船是他们唯一没有在信息上传系统上做手脚的设备，其他车辆、直升机的信息上传设备都已经从原机器上拆除，留在了固定位置，以给日本文部科学省造成一种一直没有动过的错觉。但是破冰船因为本来就不准备移动，再加上目标实在太大，所以他们只好让船兵封在了原地。日本方面也能一直看到它的位置信息。说到这里，叶晨分析道，我在想，他们这些天密集搜寻，消耗了那么多的柴油，破冰船油量肯定会快速减少。如果油量信息实时同步给了日本文部科学省，他们一定会发现异常，所以大概率是船上的轮机工人在油量探测上做了手脚。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手脚，我想办法让它恢复正常。日本文部科学省看到油量瞬间少了上千吨，一定会意识到不对。林婉儿点头说道，油量就是他们最大的 bug。 那么多车辆在文部科学省眼里一动不动，船也一动不动，一旦他们得到真实的耗油量，必然会察觉到那些最耗油的雪地车辆一定背着他们动了。未经指令调动设备已经很严重了，刻意破坏设备信息性质就更恶劣，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调查清楚的。叶晨道，我给科考船的松下平吉打个电话。松下平吉此时正在船长室休息，整艘轮船趴窝之后，他基本上就没了实际的工作，每天就是混吃等死。接到叶晨电话，叶晨的心理暗示立刻起了作用，他整个人打起12分的精神，按下接听键，先生您好。叶晨嗯了一声，问他，你们现在每天上报给文部科学省的数据里，包含你们的剩余燃油量吗？当然，松下平吉说，燃油舱内有电子液位传感器，也有物理传感浮漂，每分钟计算一次数据，自动上传到云端，文部科学省随时可以查看。叶晨又问，那你们在油量信息上做过手脚没？做过，松下平吉道，当时那个真人嘱咐过，绝对不能让国内察觉异常，所以我就安排几位轮机工人，把电子液位传感器以及相对的报错模块给拆除了，物理传感的浮漂也被做了手脚，人为控制它的高度，就可以制造出燃油消耗很慢的假象。叶晨心想，果然不出所料，于是又问他，你们用的是什么办法？松下平吉道，就是在燃油舱内，用强磁在燃油舱顶部吊装了一台小型微控电机，用单片机控制，电机带动卷线器，卷线器吊着浮漂缓慢下降高度，以此来制造虚假的油量信息。叶晨问他，如果微控电机出问题，导致浮漂迅速回到实际页面高度，会发生什么事？松下平吉道，那可就吓人了。系统会认为我们在2次读取数据的几秒钟、几十秒钟间隙内，迅速消耗掉了上千吨的燃油，这明显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破冰船的燃油消耗量，所以系统会第一时间判定为燃油泄漏，而且是高速泄漏，这将会触发一级险情信号。好，叶晨问他，如果我需要你破坏掉这个装置，你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吗？不难，松下平吉说，我可以改变单片机的程序参数，让它在某个时间段快速倒转齿轮，放下浮漂，
等完事之后，再编写一下单片机把它恢复就可以了。到时候数据不可恢复，没人知道是我做了手脚。叶晨微笑道，好，那你安心等我消息，一旦需要，你就立刻这么做。由于这次要行驶近3000公里，而且路况复杂，所以局地航平专门安排了油罐车跟随他们车队一起行动，否则任何一辆车的续航能力都远远不足3000公里，更何况这里环境恶劣，还要耗费大量燃油用来取暖以及给设备升温，整体油耗就更大的惊人。当油罐车被编入车队之后，局地航平检查了所有车辆的状态，确定无误之后，才对吴柏林说，真人可以出发了。吴柏林点了点头，对局地航平说，立即出发。4辆雪地车，1辆油罐车组成的车队即刻启程，顺着海岸线一路先向西南行进，再转向西北，完成一个 U 型路线。他们单程大概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叶晨刚好可以根据油罐车的定位来实时捕捉他们的动态。等吴柏林出发4天之后，叶晨拨通了松下平吉的电话，叮嘱他，你现在可以操作浮漂了。松下平吉立刻说道，好的先生，您稍等。挂了电话的松下平吉立刻来到燃料舱，对建议控制系统的单片机进行了程序重写，随后他返回自己的休息室。在等了5分钟之后，整个船舱警告声大作，扬声器内传来系统的 AI 报警声，燃油疑似泄漏，请立即查看。由于触发了一级险情，整艘船上的人都警惕起来。轮机工立刻前往燃油舱查看情况，在发现是浮漂出了问题之后，立刻将浮漂重新提了上来，然后手动输入密码来解除报警。整个报警持续了大概3分钟，而这3分钟时间里，日本文部科学省已经炸开了锅。就在警报上传的第一时间，文部科学省的系统就向系统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同步消息。当他们看到科考船竟然发出油料快速泄漏的一级险情之后，一个个都快吓疯了。毕竟这艘科考船是全日本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这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整个国家都将短时间内失去破冰能力。就在高层向科考船询问的时候，科考船的回答却让他们陷入疑惑。科考船的回复是，页面监测系统故障，目前故障已排除。看似好像虚惊一场，但精明的工作人员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如果说电子业位系统出现故障，那是有可能的，毕竟传感器出问题也不算稀奇。但是物理浮漂出故障，这可就有点古怪了。而且浮漂的故障竟然是忽然间报低液位警告，这就证明浮漂在瞬间发生了物理层面的下移。可是浮漂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耐腐蚀材料制作的空心封闭体，它就像一个专门用来学习游泳的浮力板。这东西要是丢在一个密封的水池里，在没人触碰、没有外力触碰的情况下，别说1-2个月，就是10年8年，它也不可能自己沉入水底。这也就意味着燃油舱内的浮漂，就算有可能卡住一动不动，也绝不可能忽然扎进燃油之中卡住，这不符合物理逻辑。所以这位工作人员立刻想到了一点，那就是刚才浮漂探测到的最低液位，应该才是破冰船的真实液位。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有探测到这么低的位置，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限制它的下沉速度。他调出破冰船的数据，用2次浮漂的高度差，立刻就判定出破冰船至少瞒报了1300吨的燃油消耗。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悄悄用掉1300吨燃料。这帮人在南极到底干嘛了？